让我们勇敢的、真诚的面对创伤。好，各位观众好，那今天是不看更焦虑系列的第6集，关于心理创伤的3件事情，这也是我们面对焦虑的6条路开始展开的第4条路。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那活到这个年纪呢，我们人生总会遇到一些坏事、一些倒霉事，甚至一些鸟事。那这些事情呢，不会发生过之后就算了，会在心理上面留下疤痕，就好像你受伤了，在皮肤上留下疤痕一样。那更糟糕的是心理上的创伤会有3个不良的反应，你会不断的去反刍这个心理的创伤，你会放大这个心理的创伤，你会推论这个心理的创伤，最后这个心理的创伤呢，占据你的心思腐蚀你的心灵。我感到焦虑了，我一直重复担心，我身体也出现焦虑的症状。那我想要找到原因。那如果往内心看的话，你会看到2个我，一个是长在嘴巴上的我，也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那个我，还有一个是住在更里面更内在的小我。那这个小我呢，它是比较脆弱的，它跟不上自以为是长在嘴巴上的我。所以为什么会焦虑，就是那一个内在的小我跟不上嘴巴上的我。所以焦虑来自于什么？就是这个小我，这个脆弱的小我的呼喊，等等我，等等我，我跟不上。那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的我，那个嘴巴上的我站在高处那看不到或者是看不起那个后面跟不上的小我这个小我你看他能力不足，他长得小小的，那斜坡太陡，他爬不上去，那背上的负担又太重，所以小我就跟不上那就说这个人生的游戏你内在的小我玩不起那有人会说我退休了，我没有什么压力，我没有理由会焦虑。那有人会说，那件事情呢已经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没有放在心上。那嘴巴上虽然是这么说但是2只手微微的在发抖，那全身的肌肉呢紧紧的，胸口感觉到闷闷的。那内在的小我事实上没有嘴巴上说的那么勇敢，那么洒脱。所以人生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2人3角的游戏必须2个人3条腿一起到达终点，才算完成人生的比赛。所以你必须要去陪伴着、鼓励着那个脆弱的内在的小我，要一起努力，一起到达终点。那方医师说面对焦虑眼前有6条路3条是往外走的路也就是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是不会错的。那这3条往外找的路是回不到家的迷路之前我们都已经分享过了。那另外3条路呢，是看到内在的小我跟不上我。这3条内在的路有时候呢是路途遥远的是不容易走到的但是它是可以走回家的路。那今天方医师要分享的就是面对焦虑可以回到家的第1条路，面对自己过去的心理创伤。那这一条路呢，或许不容易找到因为这个创伤呢太可怕了，所以你从来没有勇气去真正的面对它。所以你把这个创伤呢，深深的隐藏在内心的最最深处所以有时候不容易找到这条路，它是藏在那个树林里面的，因为你把它隐藏了、掩盖了，你不敢面对它。
你一直说没事没事，过去了过去了，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它，或者是说你用过度正向的方法把它包装的。你说啊，我会遇到这种鸟事啊，是因为啊，这是我人生的考验，让我变得更坚强、更厉害的方法。事实上，你的过度正向啊，把你自己骗了。你不但骗了自己啊，也骗了别人啊。那你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没事了，事实上那件事情啊，还在那边发酵。那人生到了这个年纪呢，眼前呢好像没有什么事情烦恼了，已经50几岁啦，那有什么好烦恼、有压力的呢？但是总是啊，感到背上的行李太过沉重了。那这张图是方医师画的疲惫的旅人啊。为什么会这样画呢？因为几年前方医师比较躁郁的时候啊，然后呢，在心里不舒服啊，然后到半夜啊，都会背着那个橘色的背包，在台北的马路上游荡。那有一次被朋友的朋友拍照传给我说，怎么在台北的半夜看到一个人很像是方医师啊？那我就这个笑纳了这张图片，那画了这一张画，叫做疲惫的旅人啊。那这个路好像没有什么难走的，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肩膀的负担很沉重，走得很辛苦啊。那我们开始来讲，我们的大脑呢，为了要活下来，必须要有趋吉避凶的能力。大脑内侧呢有一个环呢，我们把大脑拨开，在大脑的内侧面，它有一个环状的一个结构，一个解剖的位置。在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伏隔核，是我们的快乐中枢。好看的事情呢，会在那边得到奖励，它会分泌一些多巴胺，让你觉得很棒，你很厉害，很爽。那在这个环的后面呢，有一个叫做杏仁核，它是这个环的尾巴的位置啊，它负责把不好的事情记录下来。那不幸的是什么呢？我们记录坏事情的能力啊比较强，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啊，因为只有先活下来，才有机会享受快乐嘛。如果连活下来都没有机会了，那还快乐什么呢？所以活到这个年纪啊，比如说50、60岁啊，你总是累积了很多痛苦的记忆啊，这是我们演化上生存的本事呢。它是要让我们去注意那些不好的事情的，但是也会让我们啊越活越痛苦。那大脑要把这种坏事情记录的方法是利用图像，它是2D 的，所以大脑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照片的回忆录了。那很不幸的呢，这个照片呢常常都是不良的照片。大脑不是一本文字书写的自传它不是像那种文字写了一大堆的，它是用图用照片做记录的。它不会用一连串的文字呢去描述一个事件，而是直接出现一张图，心理的图作为代表。那比如说，你说说看你爸爸，那你说说看你前女友或前男友，那你要说他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在心里面先出现你前女友或你前男友的图像，那个场景？你想要讲他的什么的时候，那脑袋里面会有那个照片的感觉。只有带有强烈情感的图像才会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大脑呢，就是一本有强烈情感图像的收集本。那比如说从小到大啦，很多人一定都会被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师长责骂过，那很多次你也都忘记了，被骂的太多了。但是那一些被打得很惨的，被骂得很难听的，你倒是会记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闭上眼睛啊，你甚至觉得当天的场景啊历历在目啊，好像你可以看到那一天的场景一样。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强烈情感的图像记忆。那我们人生的旅程呢，会经过很多大山啊，好几座大山。比如说啊，你有不幸的亲子关系啊，你爸妈呢对你呢教育方式、对待方式不良。那学校或者是职场呢，你被不公平的待遇了，比如说被霸凌。那家庭内有纷争，
不管是配偶之间的，还是跟长辈之间的，还是跟小孩的纷争。那甚至啊，你很无辜的被犯罪了，比如说莫名其妙被打啊、被骗啊，甚至被强奸，那这些事情呢，都会留下强烈的情感的记忆。那这些很有情感的坏照片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收集到一些，甚至有些人都可以集结出一本丑陋的人生的写真集。那这些带有强烈情感的图像记忆呢，放在大脑的皮层上，就好像在大脑装上地雷。那在地雷的附近呢，是限制区，是危险区域呢，是不能靠近的呢。这就好像是受过伤的敏感的皮肤，只要风轻轻的吹过，都会引起一阵子的不舒服。所以你想想看，你累积的大脑的地雷太多，或者这地雷区很大，让你大脑会变得动弹不得，寸步难行。所以这些带有情感的图像记忆会被刻在大脑的皮层，当作我们人生呢一次危险的经历。当你闭着眼睛闲着没事的时候，睡觉前的时候，做梦的时候，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去想到这个不幸的画面。当你想到的时候，会带出包含的情感，一点点的就会去伤害你，让你隐隐约约的觉得不舒服。所以心理创伤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情绪记忆会反复思量，常常去反刍它。心理创伤就像大脑上面长得敏感的皮肤风吹过就不舒服。那心理创伤就像大脑上的地雷不小心踩到就会引爆你的情绪。那你不断的反刍，去骚扰你的心思，甚至侵蚀你的灵魂。那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那为了避免去反刍它，你会把它藏得很深你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过去了过去了。那你为了避免去反刍它，你会合理化它，甚至美化它，想要从一个过期发臭的食物你想要挤出一些营养来说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是营养的。那你想象一个场景，你跟家人呢到一个旅游景点，在吃饭的时候，那你跟某个家人呢大吵了一架，那最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善了，那大家心里都产生疤痕。那这个坏事的影响远远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呢。后来你对去这个旅游景点你是有戒心的，你不想要去这个地方，连这个地区的附近你都不想去。那一天吃的菜喝的酒，闻到的气味，吵闹的声音，甚至一起作陪的客人你都产生移情的作用，你都不喜欢。连无辜的朋友你都变得不喜欢。那历史上周朝的姜太公没有错，就是那一个姜太公说爱一个人连他屋顶上的乌鸦都爱那讨厌一个人呢，连他家的围栏都讨厌。所以心理创伤的第二件事情也就是情绪性记忆的同时性放大，只要包含在这个坏事的场景中，都被你的大脑一起记忆了，一起憎恨了。所以只要相关的元素出现都可能引起你不愉快的情绪。所以这个大脑的地雷区比你想象中还要大那如果有一次呢，你吃面时候刚好肚子痛，你是不是会怀疑吃面会让你肚子痛？那下一次你去吃面你就比较警戒，担心说会不会这一次吃面又会肚子痛。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肚子痛。如果又有第三次吃面又肚子痛，你就会相信说你是一个吃面会肚子痛的人合情合理吧？如果你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很顺利，你被离职了，那接二连三的工作都不顺利，去面试也都不顺利，也许3次的失败会让你相信
你是一个工作失败的人。3次的失败经验啊，会让你推论啊，你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啊，他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跟他矫正说，你不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是一个有失败3次的人。所以心理创伤的第3件事情啊，接二连三的类似的期续性记忆啊，你会去推论。那你的推论呢，产生的信仰就会继续放大你心理创伤的伤害力。比如说，你有3个悲惨的心理创伤，那你就会推论说，我是一个悲惨的人，我有一个悲惨的人生啊，我的人生只有悲惨，没有快乐。最后结论，上帝他不会偏爱一个人，也不会特别去搞一个人。每个人发生不幸的事情，几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人生的那些坏事、鸟事、倒霉事，曾经留在心里的疤痕呢，本来就应该原汁原味的去看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大脑呢，会起反应，我们会不断的去反刍它、掩盖它、合理化它、放大它、推论它，然后产生更极端的信仰。我们不怕遇到坏事，我们怕的是这些不断的反刍、放大、推论，去摧毁你的人生。那方医师这一集呢，不是去美化我们的创伤，方医师这一集是把我们创伤的经验先回到原汁原味的图像。疗愈创伤的第一步就是把创伤去掩盖、去合理化，把创伤呢去放大，把创伤去推理。如果你剥掉创伤的这3层皮让创伤回到原来的图样，这就是疗愈创伤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方医师再跟各位分享说，回到原样的图像之后，我们怎么去平衡它。那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内容。谢谢各位，让我们勇敢的、真诚的面对创伤。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